有这么一条公路啊，这些年在网上被很多人吹得神乎其神，我觉得真的有点吹过了。这条路呢，就是新疆的独库公路。Hello， 兄弟姐妹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简小白，在独库公路里面待了2到3天，我终于出来了。为什么我说大家吹得太过了？对这个独库公路，听我慢慢讲。我呢是2016年的时候，我从我贵州老家骑行去了拉萨。那个时候呢，其实我就想骑行去新疆，然后也把独库公路列为了我的一个骑行的清单。但是我当时骑到拉萨以后呢，我又回来了，就没有继续往前走，就留下了一个遗憾。直到我做了自媒体，2020年的时候，我自驾冬季的时候去了新疆，然后在冬季呢，独库公路是不开放的，所以我去了独库公路，我还没做攻略，然后走不了，又留下了一个遗憾。直到今年2024年8月份，我终于踏上了独库公路。这全程走下来，说实话，我有很多不好的体验在里面。对于我以前对于独库公路的那些幻想，那些非常美好的那些愿景都破灭了。我甚至没有动力想去拍它，我只想开着车一直不停的赶路，然后走出来。然后就有人说了，你自己都不想去拍，然后赶路，你就说大家对它吹爆了、吹嘘了、夸大其词了。这段路呢确实很美，兄弟姐妹们别着急喷我，我简短的说一下我的感悟就可以了。第一个呢，独库公路哈，它是独山子到库车217国道这段路，因为整段路海拔有一半的路程在2000米以上，所以呢又被称为天山之路。全长呢在561公里，最高处呢它的海拔在3400米，叫铁力买提达坂。这个名字比较傲啊！如果你要走完全段的话，需要1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。它每年只开放2个月左右的时间，6到8月份，其他的时间都是处于封闭状态。因为高原海拔气候不稳定，所以呢，经常会遇见落石、泥石流，遇见大雪封山。即便是在这个季节，你一天走下来都可以经历4季，然后你可以看见雪山，可以看见湖泊，可以看见绿油油的高山草甸，可以站在垭口的时候冻得瑟瑟发抖。整个路程的体验感其实还是挺好的。但是呢，我自己这些年自驾了，去了很多地方，比如说甘肃的甘南大环线，还有就是洛克之路，就是 G248国道，还有就是217其他的路段，比如说我们从这个丙察察进去，这条路也是一个自驾的穿越的路线，然后再从这个丙察察一直自驾到阿里地区，整段路我经历过了很多美好的景色。你要真的说独库公路被吹上天了，我觉得确实有一点过了。它的景色我在别的地方也见过，比如说我们自驾甘肃整个大环线，你在西北大环线上面，你也可以看见整个独库公路上面非常知名的3个景点的景色，比如说像那拉提的高山草甸，还有就是巴音布鲁克非常美的景色。巴音布鲁克呢是那个韩寒导演的《飞驰人生》这部电影的取景地。还有一个就是天山神秘大峡谷。天山大峡谷呢，其实甘肃的魔山地质公园，甚至不需要花钱进去，你在自驾的路上你就可以看到相似的风景。所以呢，有的人在说这个独库公路的时候啊，他们经常会说这个独库公路是你此生必驾，然后呢是你一定要来的地方。这段路一天经历4季，必须得来打卡。一些非常肯定的这个词来说这段路，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，因为很多地方的景色其实都差不多。但是呢，正是因为网络自媒体的时代，把独库公路造得太火了。这2年真的车太多了，我今年来的时候络绎不绝的车，来自全国各地的，还有就是那些包车带团的自驾的蜂拥而至。整段路一整天下来，一刻不停都是车呼啦呼啦的在往前赶，你会看到的车、看到的人比你看到的景还多。整段路走下来，你耳旁就是不断的冲着手，呼滴滴滴，不滴滴滴这种声音，你说这种体验感能好吗？我们既然是来看自然美景的景观，这种体验感真的就比较糟糕。当然，你说我就是想来一次独库公路，就想看看大家吹得这么神乎其神的这段路到底有什么吸引我的地方。我们嘛，就是总是这样，没去过的地方，或者说别人吹得很神秘的地方，大家都在说好的时候，你就一定要去，你就非得去感受一下，你不去体验一下那种落差感，你就是那种不到黄河不死心的那种。包括我也是一样，所以我这一次走出来，我想说一些我不好的体验感，就是刚刚第一点，车太多了，人太多了，你走到哪里都是人，拍照啊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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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类的。像这种自然景观，我们很多人都是想就是找一些静
密的地方，一个人在那里拍照，但是不好意思，沿途都是人，你可能得有点耐心，等别人拍完了你再去拍。第二个，沿途的公共设施相对来说比较紧凑，因为整段路走下来，它有561公里，然后全程15个小时左右，所以在这个时间旅程里边我们人是有3级的，要方便。很多女生在路上就不那么方便了，然后你需要赶路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如果说你第一天赶不下来，你分2天去走这段路的话，你中途你慢慢悠悠走，其实很多路段它是没有厕所的，你需要自己找个地方方便。那么女生呢，有时候碰上堵车了，那就真的很麻烦，所以你要上厕所的话，那真的得憋死很多女同胞了。那男生呢就相对方便了很自如的。我想跟兄弟们说一声，也不要太随便了，就是因为你们太随便了，让我领到了一份独库大礼包，这是踩到了你们某位兄弟留下来的方便。所以呢，下一次要方便的时候，离公路马路稍微远一点，这个事儿呢就不多说了。第3个点，如果说你在8月份像我这个季节来，它这个草木有点枯黄了，稍微有点枯黄，所以呢看起来不是像6、7月份那么的极致的美感。所以呢，真的要来，那你就要赶在8月份之前。第4点，有时候你运气不好的话，你碰上一天都在下雨，碰上下雨之后灰蒙蒙的，本来看自然景观呢，它就是需要光的作用，光影交织的时候，它非常的美，非常的震撼。但是我不凑巧，就是遇到大雨，天气的因素不可忽略。第5点就是餐饮住宿的问题，因为很多像内地自驾去新疆的兄弟姐妹们，沿途我跟你们讲一下基本上都是吃拌面，吃烤肉，然后很多人吃不惯这边的牛羊肉的，也吃不惯那个抓饭。像有的羊肉的话，它比较肥，可能就不太适合你的餐饮习惯。但是呢，有一说一，比较良心，为什么呢？他们沿途的很多那种就是吃住的，都是当地人开设的。那个吃上面呢，一份抓饭素的15块钱左右，然后呢，那个带肉的25块钱左右，拌面呢也是20到30吧。像那个饮料5块钱左右，然后水的话也是比外面多2块钱。整体来说都不算贵，而且我觉得是很良心了。住宿呢也是不是那么方便的。我们是开的房车，因为我开房车的话，我就慢悠悠的走，我走独库都走了3天，我在里面住了2晚。车停在哪里就是一个移动的家，我可以很方便的自己做吃的，很方便的睡一觉，然后睡到第2天自然醒，然后再起来开着车慢悠悠的走。但是呢，很多开小轿车和 SUV 的兄弟姐妹们，那就不太方便了，因为你一定得在里面待1晚上。如果你真的全程都在赶路的话，一天下来，你不仅没有看到美景，而且你真的会很累。大多数走独库都是在里面要留宿1晚的，那留宿的这1晚，有的人是住帐篷，有的人是挤在那个车里面，为了省钱，体验感就很糟糕。但是人生重在体验，有了这么一次感受和体验，回去回忆起来其实也挺美好的。但是你当时那会儿一定是不美好的。住宿呢，我没有在里面住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多少钱，不能乱说。这个住宿的话，我估计肯定是比外面贵的，这个是没得说。所以呢，你们自己做好心理建设，也自己做好一个旅行出行的预算的准备，不要太过于超支了。然后呢，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沿途的司机开车真的要文明行车，礼貌行车，不要肆意的为了赶路去别车超车，那种很危险，也会惊吓到很多女司机朋友。然后同时呢，大家真的要文明点，不要乱扔垃圾，因为这条路修这条路的时候呢，牺牲了很多人，然后呢，它也是免费开放的，除了景点要收费以外，整段路是不收钱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去里面自驾的时候真的不要乱扔垃圾，把垃圾打包带走。这杂七杂八的塑料扔在那么美丽绿色的环境之下，扔在那么漂亮的湖泊河流之间，真的太丑陋了，我觉得。以上呢就是我想要说的废话。大家可以欢迎补充，在评论区留下自驾过独库宝贵的经验，可以告诉咱们看视频的兄弟姐妹们怎么避坑，怎么玩得更加的尽兴。再说一遍，很重要的事情，不要乱扔垃圾，真的不要乱扔。独库很美，新疆也很美，很多地方都是不收费的，自驾就可以去到看到的美景。所以把我们的垃圾带走。在这里给大家说一声谢谢。感谢你这么用心、耐心的听完我这么长篇的大论，拜拜。